耶！等了很久的 Osram 镭射矩阵终于收到啦。虽然外面这个盒子看起来烂烂的，但是盒子不重要，我们要的是里面的东西。现在就来把它打开吧。大家有看过这样的镭射元件吗？它原本的用途是用于镭射投影机上，主要诉求是超高流明，和常见的镭射投影笔上的镭射二极体比较起来，它最大的特征就是把24颗镭射二极体集成在这片很小的基板上，而且单颗的强度就很高。我根据 datasheet 算起来，大约有4瓦左右，而一般我们常见的镭射投影笔约只有3毫瓦到数十毫瓦之间。有一些号称可以打爆气球的镭射笔，约有500毫瓦。那1毫瓦是1/1000瓦，所以也就是0.5瓦左右。再上去是镭射雕刻机上的镭射二极体，约有500毫瓦到7瓦之间。目前的工业技术，单颗能做到的最大功率就在7到8瓦左右。这边指的是连续输出功率，而非脉冲功率。很多那个在卖场上虚标30瓦、40瓦的那个，其实是瞬间最大功率，或者是面积等效功率。如果你把它拿来实测，它其实它的好一点的可能会有到6瓦，那这一点一定不能被误导。而这个集成了24颗4瓦的基板，总输出功率来到90瓦左右，可说是非常强大。虽然和工业用途的镭射无法比，但对家用来说，在价钱和购买难易度上，这可有很大的优势。在进行实作前，先来看一下 datasheet。集成晶片上一共有4组输入端，每组有6颗镭射二极体，必须给这4组端口输入适当的电压和电流，才能点亮镭射。实物上有3种接法。第一种，来看一下，这是串联，也是最推荐的方式。好处是电流一致，且只要一组横流装置就可以调节镭射出力。那再来第二种是并联，这是最不建议的接法。如果初始电流不是平均流入4组端口，就有可能连环烧毁。那第三种是4组独立供电，这种方式可行，也是最安全，但它缺点就是较难同时调控4组出力，而且它电路会较第一种方式复杂。那在分析之后，我们决定采用串联接法。从 datasheet 上可得知，串联的话需要提供25.5伏乘以4等于102伏的直流电压，电流则不可超过2.5安培，所以千万不要把电池直接接上去，否则会瞬间就烧毁了。在开始焊接电路前，我们先来安装散热器。这组晶片最大出力是90瓦左右，但需要供电250瓦，也就是说有160瓦都变成热能了，需要好好散热一下。且安装上散热器后会比较方便焊接。说到散热器，大家最常见到的 Intel CPU 散热器就很好用了，这组还附赠背板，正好拿来夹住晶片。但它的那个开口有一点小，所以要用砂轮机切开，只保留上下的部分。这边我们挤上一点 CPU 散热膏，跟安装 CPU 的要诀一样，一点点就好，米粒大小就可以了。再来开始焊接线路，datasheet 上写着焊接温度最高260度10秒，这个温度建议使用低温焊锡比较好焊。那如果没有低温焊锡的话也没关系，温度可以调高一点，就是快很准，快速把它焊好就没问题了。还有接角的部分套了热缩套管，但其实热缩套管主要是防止邻近的线短路。这个方法用在这边并不是十分好用，因为它可能发生短路的情况是
它的针脚碰到外壳的金属部分，因为它这个晶片外壳是金属的，而且离针脚离得非常的近，你只要那个线拉扯大一点，就有可能造成短路。所以后来是用5分钟 AB 胶把它调好之后，快速的捏上去，也就是把它整个针脚固定死，让它不会有晃动的危险，这样才根本解决了短路的危险。因为后来我是真的有发生短路，炸断一根针脚，自己修了好久。接下来是各个电路模组以及散热器的组合。在网络上购买这些材料的同时，就先查好各个模组的尺寸，并画好简单的设计图，这样就能同时订购角铝。再请角铝店裁切好适合的长度，然后我们在家只要钻孔就能安装了。先将各个模组试着摆一下，确认空间要如何利用。确认好后，首先安装上升压模组。升压模组用来将 6S 电池的22伏升压到110伏左右，它还肩负了恒流的任务，可说是电路中最核心的角色。但在这里我却遇到很多挫折，主要是这些市售的电路在电流的部分虚标严重。右下角这一款是我最早购入的，它号称能提供900瓦的输出，但实测却只有100瓦左右，所以它虽然能运作，却无法全力输出。为了避免浪费等待包裹的时间，一次再买了3款模组来测试。左下角这款一样标示900瓦，但实际输出只比上一款多一点，大约能输出160瓦左右，也是不能用。再来是右上角这款标称800瓦的数控电路，这款终于能全力输出了，但同时只能满足恒压或者恒流的其中一项，稍微的美中不足。左上角这款是这次测试最够力的一款，标示1800瓦，实际输出也是1800瓦，而且它价钱非常的便宜。唯一可惜的是它不是数控设计，所以改变电压或电流的时候要拿那个小起子来转呀，转的比较不方便一点，所以我们要调控雷射出力的时候不方便。最后就是选定使用右上角这款数位板，它全力输出时会稍微有压降现象，但影响不大，主要是方便，我们只要按几个按钮就可以改变各种出力。接着再把降压模组、电流电压表、温控模组以及散热器安装上去。电路本身十分简单，就像在装乐高一样，堆叠上去就可以了。降压模组会把22伏降为12伏，用来供应除了升压模组以外的用电。制作影片拍摄时使用的是第一个不够力的升压模组，之后实测时会换上另一个模组。到这边基本电路都完成了，先来接上电池，并且把出力调为最小，也就是 0.3 安培。虽说是出力最小，但这样算起来也有10瓦左右的雷射出力，不能轻忽大意，一定要先戴上专用的雷射护目镜。专用是指 datasheet 中载明的波长450 nm， 必须对450 nm 有高防护力才有效，否则就算只是反射光，都可能让人瞬间失明。接着我们放上木板，一样用最小功率来照射看看，再满亮啊。前面也说过，不能用肉眼直接看，是会瞎掉的，一定要戴护目镜。然后这木板就烧起来了。所以我们要赶快放掉发射键，看起来电路是都没问题了，就把这最后一块角铝，也就是手把兼这个电池容纳舱锁上主体，大致就完成了。接着我们要查询附近上空，确认不会有航班经过，往这天空发射，来观察雷射光束的延伸状况。意外的是，即使不是黑夜，也是能蛮清楚看到光轨迹。这光轨迹是光束击中空气中的灰尘，再反射造成的亮点。只要功率够大，就能造成像这样比日光还强的光轨迹。那以这功率来说，只有阴天、清晨还有黄昏能比较清楚观察到。也可以看到这些雷射阵列并非完美平行，
有些光束的角度较大，以至于跟其他光束相交了。再来是晚上的测试，不用说，一定是很明显。所以我们设定好开约40瓦左右，然后就往窗外发射。然后这应该是差不多几公里外都能看到的程度吧。虽然没有，虽然没有别人能帮我看，大概多远可以看到。到这里，镭射打很远是没问题的，问题在于光束很分散。如果想让光束聚焦在一个点上，增加面积最大功率的话，就会用到凸透镜。如果要聚焦又能打很远，那我们就要来跑一下这个光束模拟器，求得在有限长度内用哪个焦段组合的透镜组可以办到。这边左侧用100mm 凸透镜，右侧用2mm 凸透镜就可以了，或者是200mm 搭4mm 也可以。不过模拟器上的这个是理想透镜，实物上我买到的都是很不理想的透镜，像这个放大镜，还有这几个透镜，连把光线聚在一个点上都办不到。实际测试的时候，像这样开最小的功率来调整，但就是这样调来调去，都无法烧出一个黑点因为相机没有用滤镜，你们就看不到光点，只有戴护目镜的我看得到。所以那怎么办呢？那就要想办法让相机也带上一个便宜的红色护目镜。像这样就能看出来了，可以看到光点，只是画面会变一片惨红。可以看到那个光点怎么样，都还是蛮大一个面积的，没有办法聚到一个很小的点上，所以这样是没有办法用，代表这个放大镜是不合格的透镜。再来我们换另外一片70mm 大的透镜，这价钱有比较贵一点，但是还是一样啊，就跟刚刚放大镜差不多一样的症状，是感觉上变化有比较多啦，但是就是还是一样，就没办法聚到一个理想的点，所以这个也是不能用的。最后来试一个这个很小的透镜，可以哦，你看它的光点已经可以聚到很小的一个点上，而且也烧出一个黑点了，那就决定用这个啦。可以看到有冒烟，面积是可以比较小的。后来我也拿这个调焦座装上2片透镜去试试看，能不能打远一点。可惜失败了，因为另外一片目镜的要求更高，我买到的东西没有一个是符合需求的，光点全部都是散光状态，所以这个目标我就放到下一个计划了，预计会是光纤镭射的时候再去实现了。回到刚刚的测试场景，在确定这个光束可以聚焦在一个点后，随手拿了一个粒子来测试，结果这粒子一直跳，我很怕它突然爆炸，所以孬孬如我，只敢点放点放这样。确定用这个透镜后，立刻用电脑画了透镜座，再用3D 印表机印出来，搭配磁吸片安装上去，就可以很方便的随时拆装。最终完成的镭射枪长这样，前面到后面依序是可拆卸透镜座、镭射本体、散热器和风扇、数位升压电路、降压模组。这降压模组是降压到12伏特来供应给风扇和后面2个模组的用电，分别是电压、电流监控和温控模组。
温控模组会在温度超过我们设定的温度时才启动风扇，温度越高的话，转速就越快，这样没有发射的时候是还蛮安静的。最下面的握把是装了一颗22伏特2700mAh 的锂电池。完成后开始测试这把镭射枪的威力。首先从简单的木板开始，木板后面是一个纸箱，当做临时的挡板。木板这个是几乎是秒射下去就着火了。再来是这个塑胶盒，塑胶盒虽然是透明的，但是也是就是打下去瞬间就会着火，烧个洞。再来这个是啤酒的铝罐，铝罐因为很薄所以我自己感觉切割起来就像是在切纸一样，瞬间就打穿了。只是因为它表面有一些油漆或者是纸所以其实切割起来还蛮臭的，一直冒烟，味道不是很好。实验到这边被迫中断，因为后面的纸箱开始自己烧起来了，烧出一个洞，而且发出很难闻的味道，所以得要中断一下。这边我们重新设置了实验环境，主要是把雷射切割机下面的蜂巢板拿来当做挡板。这个蜂巢板是蛮不错的，它是可以把雷射光散射吸收掉，就是不会让雷射光打到后面去，而且它本身非常的耐高温，所以是蛮好用的。那我剪了一段这个白铁线来做测试，白铁线蛮细的，所以我实际上做这实验的时候，最困难的是把那个焦距对在这一根很细的线上面，常常都对不到，而且因为它很亮，我戴着护目镜要再去对焦，常常是要移来移去，对半天才有对到。但只要有对到的时候，这个白铁线是瞬间就融成一颗小球，就是一颗亮亮的小球。那就像这样子，它是一颗就是金属熔掉的小球。再来，这是不锈钢白铁片，它厚度蛮厚的宽度也蛮宽的，所以这个就比较好对焦，就是我随便打都能打在上面。但是因为它的这个面积比较大，然后厚度也很厚，所以没有办法把它切割开。但是可以看到在角落，就是也是可以把它烧红。这个是10元商店买的发夹，用来夹头发用的。那切割起来也跟纸片差不多，就是一切它就断了。再来，这个是焊接用的镊片，和刚刚的黑色发夹不一样的是，它是亮面金属，也就是它的反射率很高。我没有把握这个一定能切断，所以我们来试试看。但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镭射光打在上面，它也是产生了一个红色的熔烧洞，然后就切断了。再来，这个是社区资源回收厂捡的玻璃罐我们来测试看看能不能打穿这种玻璃制品。这原本应该是拿来装保养品用的。可以看到玻璃已经变成液态玻璃了，然后也开始冒烟了。看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对，实际上已经打穿了。再来一块路边捡的花岗岩还是大理石我也搞不清楚，反正拿来打打看，看看会产生什么效果。画面应该看不太出来，应该只看得到很亮。但是我戴护目镜的关系，是可以看到它是打了一个黑色的孔，就打到石头里面去了。而且打的那个孔的
表面是有像岩浆一样有那个就是溶掉的岩石，它就流出来红红的岩浆这样，但是就是很小，因为我们的那个打的点很小。再来这个是螺丝钉，随手可得的螺丝钉，我们来用镭射打看看会能不能切断它。我看起来这个这么亮，画面中这么亮，就是代表它这个折射率非常高，所以大部分的能量都被折射出来了，反射出来了。所以很遗憾，没有办法切断它，它最多就是维持像这样红彤彤的状态而已。最后说明一下，本实验有3项原则。第一个是安全至上，一定要戴合规护目镜。第二是绝不在有路人的地方做实验。第三点是绝不对任何动物发射。对，因为我还蛮喜欢动物的。那就结果来说，并不算十分满意，无论是功率上啊，还是射程，还是对焦，都让它用起来不那么好用。估计还是算我第一个雷射作品啦。那下一个想要来尝试看看光纤雷射，材料已经买好了。这个功率来到250瓦左右，虽然需要不少时间实做，就有兴趣的话可以期待一下下一部影片。卖呢？